倒还真找着了，不仅是实验室，他们打算连同品牌跟公司，还有前年才落成的生产工厂，一起打包套现兜售。他们是江州本地的一家品牌公司，不过是那种不入流的品牌，但他们的实验室设备是真的不赖。那个工厂我也去看过了，规模不大，但自给自足绝对是绰绰有余。所以叶总，你有没有兴趣？要是能打包拿下来，那可就省事了，就暂时保持着现有的生产经营。我琢磨过，这公司的盈利空间虽然有限，但正常经营的话亏不了本。等到咱们把无痕膏研发出来后，就能无缝衔接的直接投入生产，搭载公司的平台渠道进行推广发售了。你看如何？如果庞俊的话听在其他人耳里，绝对会让人认为他是疯子，砸下一大笔钱去收购一家公司，只为给一款还没有任何影子的护肤产品铺路，绝对没有任何投资者会去冒这种风险。然而我很清楚无瑕膏一旦面世之后会引发何等狂潮，会带来何等收益。眼下若是能收购一家公司来给无瑕膏铺路的话，这肯定是最省事的做法，还可以趁着无瑕膏还没出来的空档，让市场营销跟企业管理的陈一诺练练手，这绝对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听着像是可以考虑一下。那据你所了解，大概收购的价格会在什么范围内？撑死顶多就2个亿吧，也许还用不了那么多，因为他们要是扭转不了公司的盈利，像这种因为产品受到局限，导致公司前景上限一眼望到底的公司，投入的资金无法转化成盈利，就得一直被套死在里头。好，那回头我跟你去了解一下对方公司，再做决定。对了，你说的无痕膏现在进入哪个阶段了？刺激性的问题目前就卡在了这个阶段上，我还在攻克这一点。我设想的产品是一款没有任何刺激性跟副作用的柔性产品，我想过很多办法了，但目前还是没能解决。不过叶总，你相信我，我肯定能攻克这个问题的。我绝对相信，因为前世的轨迹就是这样。刺激性问题，那你尝试过用那些温和的植物去中和吗？植物中和？比如说芦荟、绿豆、桐花、银杏果、枸杞、桃树叶之类的，这些都是比较温和的植物，一些民间祖传的祛疤除痕方子都有这些成分在里头，所以应该不会有什么副作用。植物中和，植物中和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叶总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了，谢谢，谢谢。另一边的华兴商贸公司里，嫂子，你这是有啥事吗？李总，我是来辞职的。辞职？对，昨天在酒店的事情不知怎么被传了出去，公司上上下下都知道了。今天打我一进公司大门开始，大家的热情劲儿让我有点兜不住。怎么说呢？感觉彼此关系在无形中有点变味了，所以考虑再三，还是辞职吧。李长风既是意外又是不意外，他早就想过自己这公司肯定是留不住陈一诺的。凭我那变态的商业嗅觉，数亿身家只是刚刚开始的起点罢了。那嫂子，你跟叶哥说了吗？还没呢，回去我再跟他说一下就行。他之前也跟我提过让我离职的事，是我当时觉得还没必要而已。那行，那就依你说的。好，那李总，我待会就把手上的工作跟副组长交接一下，明天就不过来了。交不交接的都没事，反正嫂子你怎么方便怎么着就行了。好的，李总，那我先回去交接一下工作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我们每天往返在山水剑与待收购的公司之间。经过2天的谈判，最终我以 1.8 亿的价格成功收购，并将其改名为伊人如雪，由陈一诺担任公司总经理，庞俊担任副总经理，分管研发和生产。叶晨，我是不是在做梦？这就成了陈总了？不然呢？突然执掌这么一家公司，我有点怕，真的有点怕。有什么可怕的？真以为你在学校里学的那些是白学的吗？咱们有试错的余地空间，像这种公司随时都能搬回来的，不用担心，你大胆放手去干就行了。有你在，想想我好像也没什么好担心的了。对了，无瑕膏那边的进度如何了呢？快了，应该用不了多久就能进入到生产阶段了，就是在生产之前还得去申请相关专利那些，不过问题不大，等到无瑕膏开始面世，那就迎来咱们的时代了。景山，叶哥，有空吗？出来坐坐，差不多到饭点了，出来吃个饭。你是有什么事吗？没啥事，今天少聪家里的酒楼开张，咱们去凑凑热闹。就我跟叶哥，你还有长风。少聪，就是那天跟你们一起到酒店的。对，就他，人挺低调的，跟我很玩得来，不然那天我也不会给他打电话让他去酒店了。那行，既然是他家酒楼开张，那肯定得过去捧捧场。酒楼的名字叫什么？我这就过去。鸿雁酒楼4字一出，我顿时一惊。鸿雁酒楼，江州餐饮界龙头企业万安集团斥资数千万打造的高端酒楼，开业当晚一场火海吞噬了整个酒楼，不仅把占地数千平的酒楼烧得一干二净，还导致数十人在火海中遇难。后来根据官方调查出的事故原因是燃气泄漏造成的，此次事件轰动了整个华国，万安集团从此没落。没想到那位何少聪竟是万安集团的少东家。行，我现在过去。很快来到了鸿雁酒楼，接待的还有万安集团董事长何万安，寒暄几句后便打开了话题。
小叶，你觉得鸿雁酒楼怎么样？挺好的，古风古色的同时又不失高端大气上档次。虽然我去过的酒楼不多，但你们这鸿雁酒楼看着就给人一种顶级酒楼的感觉。叶哥，这可是砸了几千万进去打造的呢，能不高端大气上档次吗？叶哥，你别听他瞎说，几千万投资一家高端酒楼，这真的算不得太多，比起真正的顶级鸿雁酒楼，这还差得远呢。小叶，听景山说你在风水数学上颇有造诣，能不能给何叔看看？何董，您别听他瞎说，我只是略懂一二，谈不上造诣。既然您开口了，我也只有献丑了。何董，之前您找风水先生看过吗？我爸当时找了好几个风水先生看过，不管是布局摆设还是动工开业，都是听从那些大师的。大师吉言鸿雁酒楼日后必定会红红火火。那就对了，我从一进门总感觉有点不对劲，感觉浑身发热，是火过头的感觉。小叶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有一股很强烈的直觉，你们这鸿雁酒楼恐怕得蒙灾、火灾，而且还不是一般的火灾。此言一出，张景山、李长风二人脸色陡然大变。我说出直觉这二字时，几乎就等于给事情定了性。叶哥，你可别吓我。叶哥，你说的是真的？你看我像是在开玩笑吗？何叔，请你无论如何要相信叶哥。是啊，何董，叶哥在看相这方面从没失算过，请您无论如何也要相信。何万安见二人反应如此强烈，连一向做事稳重的李长风都对我深信不疑。沉思片刻后问道：那小叶可有破解之法？如果何董相信我的话，那就先不要营业了，把方方面面全都再排查一遍，比如什么燃气管道、输送装置、预警系统之类的，最好是把能引发火灾的所有原因都囊括进去，在仔细排查过后确定没问题了，再重新营业那也不迟。何万安有些犹豫了，但他平时比较相信风水学说，权衡了一下损失后果，便起身离开了。成功收购化妆品公司并改名伊人如雪，一语点出万安集团的劫难，结局不想而知，因为这就是前世的轨迹。很快到了周末，我便驾车向同学会约定的地点赶去。另一边的聚会现场，老徐，你现在行啊，这才创业几年啊，就开上了宝马，公司还缺人不？给个职位让我混混呗。刘总，你这不是寻我开心的吗？你在国企带的好好的，年薪得有20-30万吧？你打我这小庙的主意干啥？再说我不就一辆宝马5系吗？不值几个钱啦。要说咱们班，就属你们几个混得风生水起啊！像我家那个，嫁给他5年了，好说歹说才勒紧裤腰带，在市区买了套房，每个月1万多的月供，压力有够大的。本来还想把奥迪 A4 卖了换辆好的，看来这1-2年怕是不敢想喽。你们就知足吧，我去年搞服装生意还亏了30-40万呢，不过好在今年的行情好，上半年可算是把去年的亏损给赚回来了。对了，梦溪女神呢？她怎么还没来？徐老板，你这是还对梦溪女神念念不忘啊？要说对梦溪念念不忘，那也正常啊。就梦溪那身材那样貌，我一个女的都流口水呢。听说还是单身咯。你们说起梦溪，我就不得不想到叶晨了。当年这家伙可是给梦溪表白过的，差点没笑死我。我当时就那么怂恿一下他，谁知他还当真了，真以为梦溪会喜欢他，可把我给乐的。你们要是说起叶晨，那就有话说了。当初还以为这个学霸以后能崛起呢，谁知道几年过去，差点没睡天桥。想想他高考时的一本高分，太他妈讽刺了。早几年听说他还创业来着，但没多久就赔得连渣都不剩。人家就算创业失败，那也比咱们这些人活得潇洒啊，赌着博喝着酒，多惬意。那你跟他换一下呗，这种惬意你也可以拥有。别，我可吃不消。听说前几个月他还被放高利贷的堵在巷子里，又是跪地磕头，又是喊爷的，就差点没尿裤子了。还不止这个，我有个朋友，去年看到他为了500块，一口气干掉了一瓶52度的白酒。卧槽，他这么能喝，一会儿给钱让他展示一下。大家好呀，好久不见。梦溪女神，咱们可算是把你给等到了。叶晨还没到吗？提他干嘛？多扫兴。说不定他现在正被高利贷堵到哪个巷子了呢。不好意思各位，来晚了。叶晨，来，坐这里。叶晨，你先别急着坐。怎么？这点规矩你都不懂吗？来迟了肯定得自罚3杯才行啊。不好意思啊，戒了。什么玩意儿？戒了？你开什么玩笑？我可知道你一口气干掉一瓶52度的白酒的，这红酒算个啥？徐明，你是不是过分了？梦溪女神，今儿个是怎么了？咋还护起她来了？我就是要护着她，怎么？听到自己喜欢的女神护着我，徐明顿时醋意大发。我知道了，忘了提钱的事儿了。1000，把这杯喝了，我给你1000块，这可比500块一瓶的白酒强多了。我他妈是不是给你脸了？你说什么？滚！没想到昔日的怂包软蛋今天如此刚强，徐明顿时大怒。你他妈找死！住手！高老师、杨老师、马老师。高老师，叶晨他。别说了，我们在门口已经听到了。徐明啊，你们几个算是我最得意的学生，一直以为你们都是豁达开朗、不拘小节的人，没想到啊。高老师，
大家心知肚明，你们一直都向着叶晨，但是有这必要吗？本来我不想说的，既然这样了，那我就捅破天窗吧。这货就一烂人，一酒鬼赌鬼，隔三差五就被放高利贷的围追堵截，他值得你们这样护着他吗？再说了，我这有为难他吗？他能为了500块钱一口气干掉一瓶52度的白酒，我让他喝一杯红酒，算难为他吗？他一上来就装着说什么戒酒，这不是在打咱们大家伙的脸吗？徐明，你在这偷换什么概念？能喝就一定得喝吗？你不是在群里自诩白酒3斤红的任冠吗？那你怎么不喝一个？就因为叶晨迟到，就得让他罚酒吗？没想到林梦溪此时竟然为了叶晨跟自己杠上了，徐明再也控制不住情绪，发起了飙来。让他喝，那是给他脸。像这种人渣、垃圾、败类，如果不是你嚷嚷着让他来，他配跟咱们待在一块吗？够了，徐明，这杯酒我替叶晨喝了，喝完咱们几个就走。我千不该万不该，不该答应让叶晨过来参加你们的同学聚会。高老师，不可。讲真的，这种所谓的同学聚会，我是半点参加的兴趣都没有。之所以来，就是想证明我没有辜负你们的期待，就是想证明我不像您听说的那般。当然了，现身也不能说明什么，只能说明我叶晨有勇气坦坦荡荡的面对所有人。更重要的是，面对你们。前世的经历让我看破了这里的每一个人，有一个算一个，没一个好东西。我接着说道，我本打算融洽的话，就待上一会走个过场，没想到是这种结局，我也没有待下去的必要了。几位老师，你们先聚着，回头我再找你们私下叙叙。你觉得我们几个还能待得下去吗？还适合待下去吗？既然这样，几位老师，那我们换个地方。叶晨，在咱们面前撒泼耍疯，你特么是真把自己当盆菜了吗？叶先生，叶哥啊，刚才在外面听到你的名字，没想到真的是你。苏经理，小苏，你认识他？何董，他是搞那种小包装的，咱们酒店的那些纸巾、牙签包装之类的业务，都是包给他去做的。哦，简单的一个字，苏经理瞬间明白了意思。怎么是你们？叶哥啊，你不会不知道吧？这家酒店就是我们万安集团旗下的啊。我跟我爸过来，主要是走访一下各方面的情况，顺便跟供应商谈个事，就把饭局定在了这儿。刚好路过听到有人叫你的名，进来一看，还真是你。叶先生，你们这是同学聚会？对他们来说是，但我就是来走个过场的，连凑数都算不上，该走了。叶晨，这两位是？这位是万安集团董事长何万安，这是何董的儿子何少聪，何董、少聪，这3位是我的恩师高老师、杨老师、马老师。万安集团，江州餐饮界的龙头企业，凡在江州待过的人都知道，众人不由一惊。何董，久仰大名。几位老师好，你们既然是叶先生的恩师，那自然也是我何某人的座上宾。日后若需我何某人帮忙的，尽管开口。叶哥啊，我给你安排个包间吧，让你跟几位老师好好叙叙，怎样？何少聪已经看出我跟那些同学不是一路的了，当即很上道的问道：几位老师，你们的意思呢？这种情况下，若是就这么答应下来，无疑数落了其他人，但想到那些学生已经变味的聚会性质，还是应了下来。也行。那几位老师这边请。话罢，一行人便离开了包间。徐老板，即日起，这家酒店以及那几家经我荐举的酒店包装业务，你们可以停止生产供应了。说完，不给徐明任何解释的机会，便离开了。林梦溪看着我离开的背影，心里满是失落，多次约我被拒，不惜动用恩师的关系才把我邀出来的局就这样被这群人混了，愤怒地说道：一群跳梁小丑，住着月供万把块的刚需房，很有面子是吗？开着宝马5系，很有逼格是吗？300-500万的身家，很值得炫耀是吗？忘了跟你们说了，叶晨全款2000万买的高端住宅区，开的是奔驰大 G。说完，林梦溪愤怒的大步离去，只留下一群人呆呆地坐在原地。新晋女处练攒局想要接近我，却被势利眼同学成功搅局。在何少聪的安排下，我与恩师单独在包间内尽情的畅谈人生，相聚甚欢。聚会结束，我送几位恩师离开。叶晨，过去那几年咱们就不说了，只要你能改邪归正，好好的，老师就欣慰了。不说要赚多少钱，成为什么名流，只要你无愧于天地，无愧于心，那就够了。几位老师，你们只管放心，我定然不会辜负你们的期望。其实想想，我真的很幸运能遇上你们几位老师，你们温暖的不只是我高中那3年，还有往后余生这辈子，我叶晨无时无刻都会铭记于心的。行，那我们先回去了，等我这几天忙完，给你打电话，你来老师家里，让你师母给你弄那几道你以前最喜欢吃的菜。好的。哎，对了，高老师，你现在有坚持去做体检什么的吗？前世的高老师就是不注重身体，才导致英年早逝，今生我定不会再让悲剧重演。体检，我这体格硬朗得很，你不用担心。叶晨，你可提到点子上了，咱们几个一直都坚持体检，也一直有叫老高一块去，可他就是不听劝，你是真得好好劝劝他才行。高老师，硬朗归硬朗，但您这也是上了年纪的，像您这种岁数，一定要定期体检身体，这事儿您一定得答应我。行，下次他们去的时候我一起去。
高中3年你一直都听老师的，这回老师听你的。好了，时间不早了，我们就先走了。好的，几位老师慢走。叶哥，几位老师走了吗？走了，少聪，今晚的事谢谢你了。叶哥千万别说谢，要说谢也是我万安集团谢谢你，要不是你，真不知道会是什么结果。你也不必太放在心上了，你们最终还不是相信我了吗？别说那些了，这位是……哦，对了，我来介绍一下，秦少，这是我叶哥。你好，叶哥。你好，秦少。叶哥，这是秦朗，魔都的红酒王子，干外贸的，主要是红酒这些，咱们万安集团旗下的红酒，基本都是由他们供应的。红酒，一场自然灾害即将席卷整个欧洲，几乎导致葡萄酒停产，红酒价格将迎来史无前例的最高波动，涨得最猛的是3000元跟5000元这2个档次的，又可以小赚一波。少聪，你之前跟供应商的饭局就是跟秦少吗？对，但没谈拢，他们跟欧洲的几个酒庄谈下了贸易合作，进了一批价格不菲的红酒。由于跟咱们万安集团的关系不错，所以想优先给咱们提供，但是考虑到价格跟利润的问题，咱们还是放弃了。价格不适合那自然没办法了。其实这点我们这边也考虑过了，所以这次江州之行，与其说来谈合作，还不如说是叙叙旧。哦，都是些什么红酒呢？叶哥，你对这个有兴趣？有点兴趣，我有一些红酒供销渠道。那感情好，叶哥，何少能喊你一声叶哥，那咱们这边给你的报价肯定是最优的。你要是有兴趣的话，尽可放心合作就是。行，秦少，你的那几个酒庄，单瓶入关之后，事后3000块档次的给我3万瓶，5000块的档次的给我1万瓶。叶哥，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吗？叶哥，你是认真的？没开玩笑。若是秦少觉得没问题的话，咱们现在就可以安排合同了。叶哥，4万瓶酒，这可是1.4亿的总额，你确定？确定。行，那我就让公司那边拟好合同过来请你签。行，定金多少？你给个数。叶哥，啥定金呢？不用整得这么麻烦，我直接给你担保。叶哥，定金的话就不用了，就你跟何少的关系，咱们用不着这些。也罢，那就这么定了。你把合同准备好，回头给我打电话。好了，少聪、秦少，我就先走了。好的，叶哥慢走。再见，叶哥。何少，叶晨他到底什么来头？神人。神人。对，你不用担心他的虚实，既然他给你下了订单，那就不会是许你开心。他有这个实力，退1万步说，即便他最终掏不出1.4亿给你，也有很多人乐意帮他掏的。次日的伊人如雪公司里，叶晨，你今天没事吗？这么闲吗？有啊，就是看着你真漂亮。得了，别在这贫嘴。叶总、陈总，无暇高成了。这么快？叶总，直觉告诉我，没问题了，肯定没问题了。要不是你之前给我指点迷津，无痕高所要面临的进度关卡肯定短时间无法突破，至少让我省了几年的时间。而现在不到1个月，无痕高从无到有，这匪夷所思的进度，连我之前想都不敢想。我有时甚至怀疑你就是上天派下来助我一臂之力的。没有你，别说我现在还得处处碰壁，就算有了研发平台，没个几年，我是真没法弄出来。谢谢。啥玩意儿叫我是上天派下来助你一臂之力的？啥谢谢？你是不是搞反了？每次过来，我都会以门外汉的身份给庞俊提供一些茅塞顿开的思路，而那些思路让庞俊少走了很多弯路，无形中加快了研发进程，但这速度也超乎了我的预期。我有把握跟直觉，肯定没问题了。现在就差对功效进行试验，如果试验结果真跟咱们设想的那样，那就马上可以进行量产发售了。无瑕膏的功效不用怀疑，这已在陈一诺身上得到了答案。叶总，相信我，它的功效肯定也是没问题的，所以你是时候可以去准备申请相关的专利这些了。另外，虽然咱们实验室里有7个人，但是真正的配方他们全都不知道，所以你大可放心这一点。你办事我放心，想必你也知道无痕膏的配方意味着什么，在这个问题上绝对不能出现任何意外，只要配方不泄露，以后几十年的祛疤除痕领域咱们一家独大，不是我们去垄断市场，而是市场求着咱们去垄断。放心，这个我肯定明白，你也不用担心，没有你就没有我庞俊，更没有无痕膏。我在这儿用命发誓，如果无痕膏的配方从我手上泄露出去，如果我庞俊背叛了你，那就不得好死。打住，不用扯这些，我相信你。前世的庞俊在各种诱惑下都能忠心耿耿地跟在自己身边数十年，我又岂会去担心背叛？我想了想，无痕膏这个名字似乎没有无瑕膏来得好听，还是把名字改成无瑕膏吧。无痕膏、无瑕膏、无瑕膏，这个名字好，这个名字啊有逼格。那叶晨，既然无瑕膏研发出来了，价格怎么定？销售渠道呢？庞总，这一瓶的成本大概多少？这50毫升的单产品成本大概10多块吧，加上销售这些费用，撑死也就60-70吧。这样，
定量50毫升一罐，定价399。50毫升399，这市场能接受得了这种价格吗？陈总，你是不是忽略了它的功效？依我说，399太便宜了，1099都不贵。国民的钱差不多赚上那么点就够了，不能逮着来薅。而且定价399，净利润已经在300一瓶以上了。等无瑕膏走出国门面向世界时，咱们对境外再放价199美元，国外低价国内高价的歪风应该轮流转了。此言一出，庞俊不由怔住。叶总大意，是我格局小了，认识你是我庞俊这辈子最大的幸运。我庞俊这辈子誓死追随叶总，为你马首是瞻。行了，别扯这些了。至于销售模式跟渠道，设立伊人如雪官网，成立 TB 跟 JD 的伊人如雪旗舰店，直接利用流量主播去进行带货来打开局面，采用无效退款的营销策略。真要进行无效退款这种营销策略，这样一来，恐怕马上就会被推到风口浪尖，引发大肆舆论的。要的就是这个效果，毕竟无瑕膏的功效摆在那儿，舆论越大越好，能给我足够的造势资本，为什么不去利用？一诺，庞俊，等着吧，咱们的无瑕膏将会是出道即巅峰，开局变超神。那叶总，咱们公司以后的发展目标是什么？就是我以前给你说的，把那些所谓的欧美贵族品牌踩在脚下，伊人如雪风靡全球。的确，连无瑕膏都能弄出来，其他不划时代高质量的产品还会远吗？吊打那些欧美名牌的质量产品后，让伊人如雪跻身世界行列，那还成问题吗？答案是肯定的。我1.4亿定下4万瓶红酒，因为我知道红酒即将迎来暴涨。与此同时，无瑕膏也研发完成，即将开启我们的去疤除痕时代。次日，我接到了无极集团董事长的电话。叶先生，我是无极集团董事长董乾，上次的事儿多亏你了。如果不是你把那3样物件拿回到咱们无极集团进行揭秘的话，怕是对咱们无极集团的声誉以及权威将是致命打击。所以我董某真的是不胜感激。董事长严重了，您打电话找我是有什么事吗？叶先生，想拜托您再帮个忙。今天在凯旋饭店19楼有一场古董交流会，他们会把手中收藏的东西在彼此交流的基础上进行交易。每一次的古董交流会上都会出现很重磅的东西，但每一次都有人惨遭打眼。叶先生，说句夸张点的，我无极集团不差钱，哪怕是真被打眼了也输得起赔得起，但钱赔得起，面子却赔不起。咱们想请你过来，多个长眼保障。听到凯旋饭店古董交流会，我心里一喜，又是一个大捡漏的机会来了。你们无极集团麾下不是大把鉴宝师吗？至于找我吗？虽说我们无极集团里头的鉴宝师都是领域界的绝对专家，可他们自己也说了，比起叶先生那是自惭形秽。叶先生，找你帮忙，咱们肯定不会亏待你的。咱们无极集团愿意给你2000万作为报酬，如何？既然把话说到了这份上，也承蒙董事长看得起，我可以答应。不过有2点，我只负责帮你们长眼，你们看上的物件，其次就是万一看走眼了，我也概不负责。没问题，如果连叶先生都看走眼了的话，那我也只有认了。那行，我马上过去。很快来到了交流会现场。叶先生，本来董事长是要过来跟你一起出席的，但他临时有点事，所以他再三交代我，让我一定得跟你解释一声，还请你多多担待。没事，我只是受雇于你们无极集团而已，至于董事长来没来，我都会尽心尽力的。行，叶先生，咱们边走边聊，交流会已经开始了。哟，何总，你们无极集团的董事长呢？他没亲自来吗？苏公子，你父亲苏副苏董事长不也没来吗？那能一样吗？这可是在你们无极集团的江州地头上啊！你们董事长不是号称长了一双天眼吗？这次在自己地头上的交流会，他竟然没亲自过来，怎么？该不会是怕打眼毁了自己的名声吧？如果我们董事长担心打眼毁名声的话，今天就不会让咱们过来参加这场交流会了。行，既然这样，那何总请自便。虽说这次古董交流会是咱们复苏集团牵头的，但可没有主客之分。待会看咱们哪家的眼力够毒辣，来个一分高下，哈哈。先生，对这件明朝金缎子有兴趣吗？看到这件明朝金缎子，我心头大喜，这就是我此行的目的。能让给我吗？这得看你愿意出多少钱了。你开个价。这可是明朝，甭来这一套，这不是岭南古玩城，你觉得那一套满嘴跑火车的吹嘘，在这能派得上用场吗？30万。看着表层花纹跟里层的佛家图文手法，应该是明朝的缎子，不过这种成色恐怕没多少收藏价值。真要论价值的话，绝对也超不过15万，但愿意收藏这些的恐怕没多少人。哥们，拜托，你好歹也是跟何总混在一块的人，这种玩意有没有收藏价值，难道都不知道吗？真以为跟那件清末黄缎子袈裟一样，能从里头开出价值1.3亿的克斯陀罗尼金贝吗？用不用我给你普及一下？明朝那会还没有皇家使用陀罗尼金贝的制度，哈哈。对了，你刚才说多少钱？13万。先生，你要是有兴趣的话，13万带走就是，算是交个朋友。13万是吗？行，我要了，提供一下卡号，我这就给你转过去。我掏出手机给他转了账，最终
以13万的价格拿下了这件明朝金缎子。操，人才，真他妈人才啊！何总，你是在哪找了这么个人才啊？这种花纹跟佛教经文，看着就他娘的十足的裹尸布，这玩意放在市场上就找不出几个不嫌晦气的。你这哥们还当成宝贝似的，斥资13万拿下，不简单啊！能不能闭上你那张臭嘴？你说什么？我说你能不能把你那个粪坑给我闭上？苏公子，交流会是你们复苏集团牵头的，邀请函也是你给咱们无极集团发的。如果你真的不欢迎咱们，说句话就是，咱们现在就走。不，我苏恩平哪敢不欢迎何总？我复苏集团有这么小气吗？既然这样，那苏公子就带咱们去交流一下好东西吧，别再浪费时间了。行，何总这边请。很快来到了内场。叶哥，纪委，怎么是你？这不是我爸冲着这古董交流会吗？今天一大早从晋西飞了过来，还非要让我跟着他过来。叶哥，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爸赵钱。爸，这是我经常跟你提到的叶哥叶晨。赵钱，典型的暴发户，除了暴发户爱显摆的臭毛病外，其他的都好。虽然他远不是最有钱的那撮人，但每次国家有难时，他都是冲在最前面捐款最多的那一个，让我对他颇有好感。你好，赵董。小叶你好，纪委跟我说过好几次你了，我还想着什么时候叫上你们这群孩子，去我才收购的酒店好好玩玩呢。前几天我把你们江州的御景国际大酒店给买了下来，不贵，就那么几个亿，以后你们这群孩子把那当成自己家就行了。回头我让纪委给你们几个搞一张终身免费卡，想怎么玩就怎么玩。那我就先谢过赵董了，赵董客气了。不客气，一点都不客气。那个，我还开了一家奔驰 4S 店跟保时捷 4S 店，你要是需要车的话，就直接去开回去，不用给钱。爸，你有完没完？装什么装？丢不丢人？看你的古董吧。纪委，过了哈。关于赵董我还是有所耳闻的，直言直语，豪爽，这可不是什么装的。行了，看古董吧。二人也没再多说，专心看起了古董。齐老如何？齐老没说话，只是轻轻的点了点头。见状，我小声说道：不值得出手。几人为之一愣。相信我的话就别出手。当然，你们要是想坑那位苏公子的话，不妨可以抬一下价格，他们已经有兴趣了。几人对我虽有怀疑，但最终还是相信了我的话。敢问这件隋唐玉雕的委托方式？何总，规矩您应该懂的，委托方保密。不过我可以告诉何总，这几个物件都是同一委托方，之所以拿这几件东西来，就是想让无极跟复苏两方也试一下当场竞价的感觉。听这意思，委托方是愿意出手了。当然，这隋唐玉雕什么价？2000万。好，我无极集团要了2500万。苏公子，你疯了吗？如果何总觉得我疯了，那还请何总住手，让我复苏集团来拿下。2600万。3000万。3000。赵董，这个东西远不止3000万，可别再加价了。知道你不差钱，但面子还是要的不是吗？如果东西不值得那个价，传出去岂不是被人笑话？爸，听叶哥的。好，就这样，玉雕被复苏集团以3000万的价格拿下。接下来的2件物品硬是让交流会变成了拍卖会，现场不止有钱人多，痴迷古董的有钱人更多。最终，复苏集团以3.6亿的天价把2个元青花大罐揽于麾下。何总，你们无极集团现在是资金链出问题了，还是怎么着了？连跟咱们复苏叫板的实力都没有了？苏公子是吧？那块玉雕，你最好好好回去细细研究，到底是不是隋唐的雕工吧。隋唐的雕工以精细而闻名，工艺开创了空前盛世。但那块玉雕，我要是没看错的话，有几处不显眼的地方，则是粗犷过头了，完全不符合隋唐时期的雕工手法。至于那2个元青花，最好是考证一下青料与元代苏麻离青的特征符不符合，再就是底足胎又结合处，回去好好琢磨琢磨吧。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我等经手的元青花不在少数，怎么可能会犯下这种打眼之错？一个黄毛小儿是在信口雌黄。如果能被轻易看出问题，对方还敢带过来吗？另外，你们现在也不用跟我急眼，等回去琢磨明白是不是赝品了再说吧。你何总，既然你们找我来帮你长眼，那我也总不能让你们空手而归吧。这样，给你们无极集团卖一件真正的稀世之物。什么稀世之物？就这个。我拿起手上的明朝金缎子晃了晃，众人一脸懵逼，他们却不知道一个改写历史的秘密即将揭开。我以13万买下裹尸布，引众人议论。拍卖结束，我道出天价物件瑕疵，引苏家公子不安。我拿出裹尸布，说是稀世珍宝，惊呆众人。很快，我们找来一张大桌子。小叶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很值钱吗？赵叔，刚才它只值10几万，要是我的判断没错的话，很快它就得以亿为单位去衡量了。啥玩意？以亿为单位？待会儿就知道了。2位大师，劳烦你们帮我把里面的夹层打开。难道你还真以为里头藏着陀罗尼金贝？醒醒吧，这就是一张明朝的裹尸布而已，哈哈。其实苏家公子现在此时心里头早已惶惶不安，7上8下。叶先生，这明朝金缎子虽然收藏价值不高，可10几万的价值还是摆在那儿的。
真要是开了之后，那就不值钱了。真要是不像我想的那般，我也认了，10几万还是亏得起的。那行，二人也不再多说，动手拆了起来。苏文平却陷入了两难中，他想赶紧回去鉴别那2个元青花大罐是不是真有问题，可又想留下来看看我到底是不是无知小丑。咦，真有东西在里头。此言一出，现场顿时紧张起来，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。很快10多分钟过去了，经贝，这怎么可能？此言一出，众人大惊，里头竟然真的是经贝！我的天，明朝段子开出清朝才被皇家御用的经贝，这怎么可能？这该不会是造假吧？估计是后人把经贝往里头加的吧。当初陀罗尼经贝一出，整个拍卖界跟收藏界哗然一片，有人想弄虚作假也完全可能。放屁，后人后加的，不留任何痕迹的把经贝完美贴合夹在中间，这种技术哪里有？这种能耐谁人有？而且缝合的丝线是明朝皇室专用的丝线，只有拆开之后才能发现是皇家专用丝线。后人能找来明朝的皇家丝线进行无痕缝纫吗？说完，齐老又仔细看了起来。突然，一行文字映入眼帘：朱重八，朱重八！我的老天爷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匪夷所思，天方夜谭，这简直就是天方夜谭。元老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不可思议，这简直不可思议！这张陀罗尼经贝远远要比乾隆帝跟慈禧的还要神圣威严，这是明太祖朱重八的往生贝，是他的，是他的。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陀罗尼经贝明明是清代才开始被皇家御用，这不可能是明朝的陀罗尼经贝，更不可能是明太祖朱元璋的。叶先生，我要是没记错的话，陀罗尼经贝是在清代才被皇家用来当随葬物的，明朝怎么可能会出现这种东西？前世的我发家后一心向佛，搜集的明朝段子数不胜数，最终在当下的这件金段子中开出了明太祖朱元璋的陀罗尼经贝来。也正是因为这个揭秘，引发了历史界跟收藏界的一片哗然。众所周知，陀罗尼经贝到了清朝才被皇家御用，但是别忘了，陀罗尼经贝的主体纹饰是藏式舍利塔塔，而藏式舍利塔塔在元朝就开始盛行了，这说明陀罗尼经贝极有可能在元朝就已经开始被使用了。虽然一直以来的文献都没有记载，但没记载不代表没有。都知道明太祖早年当过和尚，跟佛教缘分甚是深厚，我坚定他会对陀罗尼经贝百般上心，而他又是最忌讳别人提起他的和尚经历，所以他的子孙后代也不敢大逆不道的推行先祖最忌讳的东西，故此在出土的铭林中没有找到任何相关的陀罗尼经贝，那是再正常不过了。而我对明朝历史颇有研究，清末黄段子袈裟的内藏的陀罗尼经贝启发了我，这也让我琢磨分析了很久，结论是明太祖极有可能有一张陀罗尼经贝，至于为什么从皇陵的出土中找不到，那就应该是流落在了外头，而不是在墓穴中。同时，明太祖的陀罗尼经贝也极有可能跟那件清末黄缎子袈裟一样，会以内藏其中的方式存在着。故此，对于能刚好容下一张陀罗尼经贝的明朝缎子，我是极具兴趣的。在看到这件尺寸恰到好处的明朝金缎子时，我便心生直觉了。更重要的是，且不说这件缎子的表层透着尊贵感，里层中经文的字迹以及那些符文，很像明朝一个人的手法。周颠就是被明太祖尊为仙家的周颠，能让仙家周颠撰写经文的缎子，能是一般缎子吗？基于这些，我没有理由不把这件明朝金缎子拿下。别说13万，哪怕是1300万，我都会拿下。不管里头有没有东西，我都不想让自己留下遗憾。万幸的是没有让我失望，真验证了我一直想要寻找的答案。叶先生，等我一会，我去打个电话，很快。行，去吧。说完，何志军浑身瑟抖地走了出去。几位大师，这是不是比乾隆帝的那张陀罗尼经贝还珍贵？没错，鉴定无误之后，相比起来要远远珍贵的多了。小叶，这张陀罗尼经贝你卖吗？你开个价，赵叔保证绝对没有二话。赵叔，不是钱的问题，我之前跟何总说了，不会让他们空手而归的，会给他们卖一件稀世之物，所以我只能说抱歉了。这样啊，那如果无极集团那边不要呢？他们不会不要的。万一真不要呢？那赵叔自己给个价，带回去便是。哈哈，好，那就这么说定了。叶先生，2个亿，能把这张经贝卖给我复苏集团吗？苏公子，你觉得轮得到你吗？我复苏集团肯定能比无极集团给的价格高。呵呵，这就不是钱的事。叶先生，能不能把这张经贝卖给我无极集团？我刚才不是说了吗？这经贝本来就打算卖给你们无极集团的。我把刚才发生的事给董事长说了，董事长的意思是关于那张陀罗尼经贝，以及之前跟你谈的报酬，总共3亿，如何？3亿，除去谈好的2000万报酬，董钱直接给出2.8亿的价格，也算是给足了诚意。物有所值，如果不是无极集团邀请我来，这个漏更是捡不着。行，那就依董事长的意思。好，叶先生爽快，我马上安排给你转账，还是以前的账号吧？对，行，我马上安排转账，谢谢叶先生，谢谢叶先生。几天后的伊人如雪公司里，叶晨，我们这边已经生产好了5万瓶无瑕膏，你那边相关手续弄好了没？都弄好了，有张老爷子和景山出面，很顺利就办好了。
那我们什么时候开始销售？我去找一下景山，明天就开始。说完，我便起身离开。很快来到了咖啡厅。景山，上次给你的无瑕膏，你们公司的主播用了吗？用了，叶哥，你们的无瑕膏太神了，他们都说真的很有效。那就好，咱们计划明天开始发售。合同的话，你也回去准备一下。关于提成，咱们按行情来。叶哥，打住，你这还扯什么合同提成？这不是在打我脸的吗？我张家欠你的已经足够多了，都不知道该怎么才能还得清。能帮你带货，这已经是我的荣幸。你要是整出什么提成来，是真的打我的脸啊！一码归一码。再说你公司的运营，主播的提成佣金不要钱吗？难不成我还让你做亏本买卖吗？你也不是第一天认识我叶晨，你觉得我能占你这个便宜吗？叶哥，就算不给你带货，我一样得各项运营费啊。再就是主播那边，我在其他产品上提高他们的抽成佣金就是了。你要这么说的话，那我只能找其他人了，这是原则问题，我叶晨不习惯欠别人。别，叶哥，你要是找其他人的话，可不仅是打我脸，这是要给我整毁容啊！要不这样，你实在要给的话，那就给6个点，6%的提成就好了，多了我实在不敢要。6个点的提成，市场价的一半都不到。我想了想，还是应了下来。罢了，那就依你的，6个点就6个点吧。那行，明天全部流量主播，最佳黄金时间准时开始。就这样，无瑕膏即将面世，我的时代也即将到来。欢迎宝宝们来到依依的直播间，今天给宝子们推荐一款实至名归的祛疤除痕产品，就是由伊人如雪公司出品的无瑕膏，不仅能祛疤除痕，还可以美白淡化、祛痘去印哦。最迟7天见效，15天效果显著，甚至是一些不太严重的新生疤痕，都不用15天就能彻底去除所有痕迹。我敢保证，这款产品绝对是颠覆了市面上所有的同类产品哦。开什么玩笑，7天见效，15天显著，怎么不说涂抹之后能上天啊？目测又是一款割韭菜的产品，韭菜们是时候交智商税了哈。宝子们，这可不是智商税哈，主播亲自使用体验到了这款产品的无敌强大，才敢给你们进行推荐哟。而且不挑肤质，谁都能用，这些都是由不同肤质的使用者在使用后反馈的意见。笑死爹了，激光技术都不一定能做到的效果，就抹点这玩意能行？前面带节奏的二逼滚出直播间，就算交智商税我也乐意。别说了，快报价给放链接啊！它的效果大家用了就知道了，并且厂商承诺这是一款无效退款的产品，如果使用之后发现无效，发现是韭菜产品，可以无条件进行退款，价格更是良心中的良心，50毫升只需399，限量发售5万瓶，先到先得哦。宝子们准备好了哟，倒数5个数，5、4、3、2、1，上车。叶晨，你估计今天能卖出多少瓶？不知道，应该不会太多，毕竟是新厂家、新品牌。一诺，不用担心，无论今天卖出多少都无所谓。我相信，最多半个月，我们的无瑕膏将会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。是啊，嫂子，叶哥说的对，毕竟无瑕膏的功效摆在那儿的，一旦人们知道了它的功效，那时候真的会供不应求了。好了，咱们去办公室等吧。我们来到办公室，很快，直播带货结束。叶哥，嫂子，刚才后台数据显示，5个直播间总共卖出了31500瓶，抱歉哈，才带出了3万来瓶，实在是有点不知该怎么说。景山，你这么说话就过了哈，能在初次亮相面试就卖出3万多瓶，我已经知足了，不应该说是很满足了。的确，31500瓶，抛出所有成本，半个小时净赚1000万，这让他如何能不知足？而且，这仅仅只是一个开始而已。对，景山，这已经是开门红了。你得知道，咱们这是一款没有任何名气的产品，是一家没有任何知名度的厂商，哪怕说的再神奇都好，哪怕是有着无效退款的保障也罢，真正会下手的还是少数。所以有这个成绩已经很可观了，还是差点意思。叶哥，明天我找水军在网上拱一把火，把无瑕膏推上热搜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我一定帮你突破局面。5位主播同时带货，一场保证给你带出5万瓶的销量来。别，不用去找水军，明天无瑕膏自然而然就上热搜了。毕竟无效退款和功效宣传摆在那，少不了被一些有心人炒一波舆论的。不说别的，你们云山网络那些竞争对手以及你们旗下那几位主播的竞争对手，他们岂会放过这种抹黑你们阶级上位的机会？所以他们肯定会卯足了劲去找水军的，那样一来，无瑕膏自然就上热搜了。只是这段时间的委屈你们一下，等到时无瑕膏的使用效果托起口碑后，形势就能转变了。叶哥高见，不过被不被黑的不重要，云山网络能在直播圈里熬出来，什么花样没见过？被黑的次数更是数都数不过来，所以再怎么黑都没事，谈不上委屈。那就行，这几天就不急着继续带货了，今晚的订单咱们这边明天发货，估计那些消费者从收货到使用到看见效果，估计得5天，所以5天后再继续，但直播时间依着其他产品的时间就行，不然我怕咱们这边的产量是真的跟不上。好，听叶哥的。回到家中，我又开始整理前世的记忆。江湖火锅
一个把海边捞拉下神坛的草根品牌出现在脑海。老公，咱们这算是半个小时净赚了1000万吗？可以这么理解，但这也只是在直播间中的效果。等无瑕膏家喻户晓普及开来后，一年销量几千万瓶肯定是不成问题的。那就是一年赚100-200亿了。至少一年赚100-200亿，这是陈一诺想都不敢想的，还是至少。那你有没有想过再搞其他行业？还是咱们就经营好伊人如雪就行了？伊人如雪只是我的理想王国之中一块版图而已。那你是要缔造商业帝国？没错，算着未来60年的进程走势，若不缔造出一个商业帝国来，那真就白瞎了这一回的重生了。喂，秦少。叶总，你是鸿运当头了。听到这几个字，我心里一喜。秦少，这话怎么说？叶总，是这样的，欧洲连日大暴雨，还爆发了洪涝，直接影响到欧洲酒庄的红酒产量。你这从咱们秦氏外贸这边订的这4万瓶酒有可能会迎来升值涨价。那秦少的意思是？叶总，由于你跟何少的关系，所以我也不打马虎眼，咱们开门见山。欧洲那边的情况已经出来了，那些酒庄每个1年半载的恐怕都缓不过气来，尤其是你那份订单上的红酒，涨价已经是在所难免的了。现在这批酒已经回到了魔都港口，所以你看你要不要从咱们秦氏外贸这边直接套现？那秦少愿意让我赚多少？订单总额的50%，1.4亿的总额，折回下来7000万。叶总，你觉得如何？前世这次红酒涨价幅度可是接近80%，对方直接给出了50%的条件，也足以看到对方的诚意了。况且这次交易定金都没付1分，自己吃肉总得让人家也喝口汤。7000万是吗？行。叶总果然爽快，那行，我马上准备回购合同。好，准备好了通知我一声。挂了电话，陈一诺好奇地问道：老公，刚才谁的电话？什么7000万？我以前订了批红酒，这几天红酒涨价，他们让我净赚7000万回购那批红酒。陈一诺又是一惊，我连忙岔开话题道：一诺，1号这段时间在干嘛？我有个想法。什么想法？我准备投资一家对标海边捞的火锅品牌江湖火锅，我打算让1号进去参与管理，你看如何？疯了吗你？对标海边捞，还让1号参与管理？他都没从事过管理工作，你这不是拿钱去打水漂吗？你觉得现在的我是那么草率的人吗？让他去参与管理，无非是想锻炼他。我最终的打算是让他来挑起我商业帝国的一鸡蛋子。那万一亏了怎么办？万一他不适合当管理层怎么办？亏了就亏了呗，有无瑕膏这台吸金机器在，亏点钱怕什么？如果他真不适合当管理层，哪怕他是一坨扶不上墙的烂泥，我也会让他这辈子锦衣玉食的。老公，虽然我们姐弟情深，但也没必要这样。有必要？行了，你只管先和他说说想法就行了。放心，有我在，有什么好担心的？你老公有多厉害，你难道不知道吗？你一天没个正形。我1.4亿收购红酒，转手净赚7000万，无瑕膏首发卖出3万多瓶，也算开门红。次日受邀来到张老书记家里。老书记，别来无恙。叶小友来了，来坐。怀里还在屋里头忙活着呢，咱们先沏点茶喝喝。老书记，严书记在里头热火朝天，我哪能坐享其成啊？正好我也喜欢研究烹饪这些，我去给严书记打打下手。你也喜欢下厨，那感情好，你过去看看能不能有什么帮得上的。来到厨房，说是打下手，最终还是大包大揽了过来。很快，3菜1汤端上了桌子。小叶，你之前还学过厨师？小时候都是饱一顿饿一顿的，长大了有空就往烹饪那方面去钻研，不为别的，只为完成孩童时对美食的憧憬向往。老书记、严书记趁热吃，两个味道就变了。几人也不再多说，很快3菜1汤被吃得干干净净。好，味道好极了。小叶，你再次刷新了我对你的认知。老书记过誉了。小叶，你要是去开酒楼餐厅的话，恐怕得客似云来，盘满钵满了。那玩意儿不适合我。怎么说？因为来钱太慢，所以你才卖起了无瑕膏来，是吗？虽然你的无瑕膏才开手，网上现在可炒得沸沸扬扬的。不出所料，我就猜到这顿饭的主题肯定是无瑕膏。严书记想知道什么呢？无瑕膏真的是良心产品？如果真是那种割韭菜的智商税产品，您说我能割多久？大众消费者能上一回当，还能不挺上当吗？再说，在这个网络年代，但凡有那么一丁点的问题，我都得被舆论裹挟着吃不了兜着走。您说我犯得上吗？还有，想必你也知道，无瑕膏得到官方的种种相关批文，可是让我欠了老书记一大堆的人情，我能为了薅一波羊毛就把老书记给拖下水吗？我就说吧，这种自毁城墙的事，小叶肯定干不出来的。我能厚着脸皮去讨人情给他开绿灯，那就相信他不至于这点轻重都拎不清。小叶，我知道你不是那种目光短浅之辈，可让我纳闷的是，那个无瑕膏真像你们宣传的那样，真有那种7天见效半月显著的奇效？真有，二位书记，慢则7天，快则3天，网上就能看到无瑕膏的评价了，咱们拭目以待吧。如果真像你说的如此产品，
一旦使用效果发酵出口杯来，那将会统治整个市场，甚至可以说是垄断全市场了。可这种产品你们只定价399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为了让华国人都用得起。此言一出，二人顿即怔住。商家逐利是本性，如此神奇产品，别说399，定价999都能卖疯。但我却用一句为了让华国人都能用得起，放弃了商人本该追逐的利益，让二人对我另眼相看。无瑕膏这种东西一旦风靡起来，注定会被无数资本虎视眈眈，这是打破市场颠覆行业的存在，你能稳得住吗？老书记，这个问题很难回答，不过我自带一点说句狂妄的话，未来几十年在祛疤除痕这个领域，我坚信没人能撼动得了我。至于外界资本的入侵，如果我连这都抵不住，输了也不冤，只能怪自己没本事，但我有绝对的信心可以坚守住我的阵地。话又说回来，不还有你们吗？难道你们能眼睁睁地看着我被搞吗？就冲着你那句为了让华国人都能用得起，只要你循规蹈矩正规经营，不踩红线不出来的情况下，但凡我严怀礼还在江州一天，我都给你当靠山，给你保驾护航。我可是黄土埋了大半截的人，不过只要没死，正如怀里说的那般，只要你奉公守法不踩线不触雷，我张为民都会给你撑腰。我衷心希望你能为这个社会为这个国家做点贡献。那我在这里先谢过二位书记了。你的伊人如雪公司会不会一直留在江州？如果无瑕膏真如我说的那样，严怀礼知道我的伊人如雪对于江州来说意味着什么，但他更在乎的是我这个人。纵观我这几个月的事迹以及一举一动，可以说吊打亨达徐家当年，吊打双马都不为过。若真溜到其他地方去了，无疑的成为江州最大的损失。伊人如雪的去向吗？君以国事待我，我必国事报之。好一句君以国事待我，我必国事报之。说吧，你需要什么样的政策优惠？不需要政策上的扶持，也不需要税收的减免。那你是要地？地？对，一处工业用地，一处办公用地，该多少钱给多少钱。我只希望江州方面能给我一个拿地的机会。哪里？工业用地不挑，你们看着来划拨就行，交通便利，面积200亩以上，不要偏离城区太远就行。主要是新建伊人如雪的工厂园区。至于办公用地，我希望是珠江新城的对面，那里应该是江州新一轮招商引资的战略划拨地块吧？不知我能否在那儿拥有一席之地，成立个总部？此言一出，严怀礼心里一惊，因为我说的也是他们正在筹备的。这种事儿根本不可能会过早的对外透露，就连老书记都还不知道，而我又是怎么知道的？难道又是分析出来的？你说珠江新城对面会成为新一轮招商引资的战略地块，会不会成为新一轮招商引资的战略地块？这取决于江州上层的野心大不大。如果真想寻求经济的再次腾飞突破，只能是那了。严书记，我说的对吗？先不说你说的对不对，退1万步来说，假如那儿真是招商引资的战略地块，你小子觉得能在那儿给你留一块地出来？无瑕膏只是一款消费产品，伊人如雪只是一家新公司，你觉得能立足在招商引资战略地块中？一个才刚刚借壳成立的新公司，你觉得能在那儿给你划拨一块地成立总部吗？你小子是不是疯了？真给你批的话，信不信我马上就得被人戳脊梁骨来骂？我也没让严书记现在就帮我折腾这事儿，我知道那片地块涉及到方方面面，一时半会儿也无法落实。我的意思是想请你们腾出一块位置较好的地块留着，给我1年时间，1年之后你们再决定要不要进行划拨。从你这话来看，你的野心似乎不只是伊人如雪，这就已经开始想着多元化了，不怕贪多了嚼不烂。还有1年的时间，你能整出什么花样来？至于说1年的时间能整出什么花样，我也说不准，只能说拭目以待。我现在只是想保留一个一席之地的资格，若1年后要是江州官方觉得我依然不配在那儿拥有一席之地，那我也就不再争取了。二位书记，这不过分吧？过分倒是不过分，就是有点不切实际。得，暂且不说这个，先说说你想要多少面积吧。2、3万平方。行，如果在规划中真有这种面积部署的话，可以。关于工业用地的划拨，这个没问题，但必须是有偿划拨，按照相关规定的价格去走程序。但是这一切都得建立在一个前提上，那就是伊人如雪不能迁出江州，只能是江州的品牌。可以。虽然这次没能拿下办公用地，但也是情理之中的。我有信心让我的伊人如雪，不，应该是腾龙集团矗立在江州 CBD 最繁华的地方。江州之主与我谈及伊人如雪的未来，我的回答令二人惊讶。谈话结束，我回到家中，打开电脑，网上全是无瑕膏的负面舆论，我却不予理会，进入到天使投资平台中，顺利找到了江湖火锅刘希的电话。不出所料，江湖火锅正在四处融资，却无人问津。我拿出电话打了过去。喂，你好，是刘希先生吗？您是？叶晨，刘先生，你的江湖火锅现在是需要寻求投资是吗？叶总对投资江湖火锅有兴趣？对，咱们找个地方好好聊聊。你现在在江州吗？在，我现在在江州。那行，你来一趟 DOI 咖啡厅，记得带上你的项目书。好的，叶总，我马上过去。很快来到了 DOI 咖啡厅。您就是叶总吧？你好，刘先生，是我。叶总，
您是有投资江湖火锅的意向是吗？对，不过意向如何取决于刘先生的项目书。容我冒犯一下，您到底是什么来头？我要如何相信你能成为江湖火锅的投资人？不知刘先生听说过伊人如雪吗？伊人如雪，无瑕膏。对，伊人如雪就是我的品牌，无瑕膏就是我的产品。刘希懵了，没想到现在全网舆论都在抨击的无瑕膏竟然是我的产品，但他比较偏向正面舆论，因为里面牵涉到前江州支主张老书记。若无瑕膏真有宣传那样效果，绝对是一台十足的吸金机器，想要投资江湖火锅那是轻而易举的事。怎么，刘先生不相信？不，叶总，抱歉，走神了，这是项目书，请您过目。我接过项目书看了起来，和前世一样，江湖火锅这次升级转型，不仅是对标海边捞，更彰显出要把海边捞干下去的野心。叶总，您觉得江湖火锅的转型项目如何？我没有回答他的问题，反问道：1年之内让江湖火锅遍布全国所有一线城市，并且开始进行市场下沉，能做到吗？刘希闻言一惊，1年之内遍布全国所有一线城市并开始下沉，这得往里头砸进多少钱？这种风险又是何等之大？叶总，您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吧？1年之内遍布全国一线城市，你考虑过风险吗？还有，得是怎样的投资才经得起这种玩法？刘先生，我注资5个亿，换江湖火锅的68%股权，如何？您想要绝对控股？对，你能接受吗？老实说，以你项目书上所显现出的野心来看，常规投资也少不了需要几轮融资，那样一来，你同样无法把持得了绝对控股，不如一劳永逸。当然，5亿这也只是一个开头，我想用最短的时间让江湖火锅遍地开花。若到时出现需要融资的情况，咱们也不必在外面找投资人，需要多少，我这边掏，只需要稀释你手上的部分股权即可。但我可以保证，不会让你手中的股权低于20%。刘希陷入了沉默，他知道想要做大做强，绝对少不了融资。眼下从100%的股权被削到32%，这种落差让他始料未及。但注资5亿，就以江湖火锅现在的量级，还是他占了便宜。刘先生，你不用急着表态，你可以回去好好考虑一下。还有，虽然我绝对控股，但你的管理地位我不会去动摇。除了股权之外，你还是江湖火锅的掌舵人。要说条件诱人吗？相当诱人。江湖火锅68%的股权值5亿吗？远远不值。刘希担心的是我提出的1年计划，若真如我说的那样，无非是一场豪赌，成则一飞冲天，败则一地鸡毛。叶总，你确定你的投资能达到5亿是吗？当然，并且随时可以一步到位。行，那还请叶总容我回去好好想想。叶总，我再冒昧的问上一句，你为什么会对江湖火锅有兴趣？5亿的投资，有大把的项目可以选择，而江湖火锅只不过是一个自主草根品牌而已。的确，按常理来说，没有任何投资人敢一上来就往一个自主草根品牌上斥资5亿，尤其是饮食行业。但你的江湖火锅让我看到了不一样的东西，不像市面上大多数只想薅一波羊毛的苟且，所以我想赌一把，看能不能虎口夺食。海边捞现在能干到几千亿市值，我想赌一把，就赌能不能看到跟海边捞对类的机会。这句话直接说到了刘希的心坎里去了，因为他的对标企业就是海边捞。那行，叶总，我会尽快给您答复。你也不需要着急，回去好好权衡一下。好的，叶总，那我就先告辞了。说完，刘希便离开了。我也准备起身离开时，张景山和李长风走了进来。叶哥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叶哥，刚才约见了江湖火锅的创始人。叶哥，你要投资江湖火锅？叶哥，能让咱俩掺和一下不？你们要是想投资的话，我倒是可以给你们推荐另外的项目，但江湖火锅你们就别打主意了。什么项目？神龙体育运动、随行共享单车，这俩都值得投资。行，回头我们去了解一下。现在这个时候入场的话，恰到好处，因为对方才初具规模，能以小博大。对了，我还正准备去找你俩的，我这边有条财路，你俩要不要干？一听到有条财路，二人顿时精神了起来。一次是做空四海集团，一次是金中村的地皮，这2波操作让他们各自赚了1亿多。眼下再次提出财路2字，让二人激动不已。什么财路？今天斯特拉股价多少了？斯特拉吗？700来美元，不过近日一直在跌，敢进场的散户越来越少了。700来美元吗？那等它跌破700就抄底吧。叶哥，抄底斯特拉。此言一出，10几岁就开始玩股票的李长风一惊，他深知被华尔街巨鳄们操纵着的资本盛宴，分分钟都得成为那些扑得连渣都不剩的韭菜。像斯特拉这种，压根就不敢出手。对，不出意外的话，华国时间明晚9点半，也就是美股开盘时间，等跌破700就可以入手了。叶哥，稳吗？稳。行，那我豁出去了。悠着点，没有任何东西是绝对的。放心，我心里有数。行，那就这么说了，我先回去了。说完，我便离开了。李长风望着我离开的背影问道：跟吗？这不废话吗？多少？2个亿。好，那就1块2个亿。次日9点半，我准时打开电脑，不出意外，
斯特拉股票很快跌到了$650，我拿出电话给张景山打了过去。叶哥，可以入手了。扔下这几个字后，我直接挂断了电话，紧接着把已经兑换成了美元的7亿人民币分散在多个账户中，全往斯特拉的股票中砸了进去。操作完成便关了电脑，现在能做的就是静待花开。我斥资5亿欲收购江湖火锅68%股权，回到家中拿出7亿抄底斯特拉。次日一早接到了赵继伟的电话，邀我喝早茶。很快来到了约定地点。小叶啊，本想约你到御景国际的，但想了想，还是觉得白天鹅的档次高点。哈哈，赵叔客气了，就我跟纪委的关系，你还在意什么档次不档次的呀？哪都行，我可不挑的。在意，必须得在意啊！你跟别人不同，哪能含糊呢？赵叔，您可别说专程找我出来，就为了一块喝茶吃点心的吧？得，客气的话就不说了。本来就算是没事，我也该找你出来喝喝茶聊聊天的。但纪委这小子就是拦着不让，瞅那意思，还怕我丢人似的。哪有什么丢人不丢人的，我就喜欢赵叔这样快人快语，人活一世草木一秋，本来就已经够累了，随心率性才是最自由自在的，没必要把自己绷得那么紧，奔放一点，这也是好事。有你这句话就行了。小叶，你那家伊人如雪公司能参股吗？能的话，让纪委参进去，无论多少都行。至于参股资金，你爸。赵继伟连忙打断了赵钱的说话，他万万没想到自家老子竟然提出这一茬来。要知道，就算是张景山跟李长风都没法掺和，更何况是他。赵叔，不是钱不钱的事儿，伊人如雪肯定是独资的，所以参股的事咱就不说了。对于这个结果，赵钱也不意外，他主要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而已。行，那赵叔就不勉强了哈。不过小叶，你这边要是还有进军其他行业的想法的话，赵叔希望你能把纪委给带上。赵叔明人不说暗话，关于纪委的能力，我一点都不担心，我也相信他日后的成就远不是我这个暴发户能比的。可我依然还是想让他上你这艘船，那样一来，我心里踏实。赵叔，您就这么相信我？虽然能看得上我赵钱这种暴发户的人不多，但可以被我赵钱看上的人更不多。我相信我的眼光。感谢赵叔看得起我叶晨的朋友不多，能被我认可的朋友更少，真的让我愿意掏心去交的。景山算一个，长风算一个，纪委算一个。那感情好，小叶，赵叔不觉得一个伊人如雪就能满足你？你有下一步的规划打算吗？房地产。房地产，小叶，地产业现在不是已经处于下坡了吗？房地产已走向了泡沫形态，以前碍于发展经济，官方才不得不放任着，现在整体经济上来了，官方也开始了管控，房价已经渐渐回归了理性。现在很多地产公司都面临起了种种尾大不掉的危机，如此背景下，进军地产业，这能是一个好的选择吗？张叔，您说的没错，在各大品牌地产开始进军下沉市场的大环境下，地产行业的黄金时期已经过了。但我的想法是顶级住宅区跟顶级别墅，咱们华国不缺有钱人，尤其是一线城市，更不缺一掷千金的主的，而我有把握让他们都买账。小叶，你是深思熟虑过的。没错，地产行业我必定进军的，而且应该就在不久之后。纪委有兴趣吗？前世的赵继伟可是在顶级地产领域中硬生生杀出了一条血路，如果有他加入，无疑是如虎添翼。叶哥，实不相瞒，顶级地产这方面我也有考虑过，但就是觉得想法不太成熟而已。不过你现在一说，我就又有兴趣了。小叶，你说说你想怎么搞？先把公司开起来，关于开发顶级地产的地段，我已经物色好了，等那几块地开始拍卖后，咱们一拿下就可以运作了。叶哥，那你估算过投资的数额了吗？7、80亿应该差不多了，主要是地皮的问题，我拿51%。你要是有兴趣的话，剩下的可以看着来，揽不下这么多的话，到时问问景山跟长风有没有兴趣。好，回头我找他们商量商量。张叔，到时还得您的建筑公司出马，托起咱们的地产工程来。你只管放心，我就怕你们看不上我的永安建筑。要是到时你们真把工程交给我，我保证绝不会有丝毫半点含糊。另外，不出意外的话，伊人如雪的生产园区地皮很快就会下来，这工程还真就非得找您来接。小叶，只要你看得起张叔，张叔随时为你效劳。无暇高已开售，一旦效果出现，销量肯定会井喷暴增，供不应求，所以我必须得赶工期，必须得尽早让生产园区投入使用中。你想要多快？半年，最迟8个月，钱不是问题。张叔啃得下吗？虽说这个工期有点不切实际，但只要设计不太麻烦的话，张叔保证在8个月内给你完工。行，等地皮下来后，我就把生产园区的图纸弄出来给张叔。好，你这边定下来后，我永安建筑第一时间就进场。另一边的华兴商贸办公室里，张景山、李长风二人紧紧盯着斯特拉股市，已经涨到了$729。张景山问道：“长风，咱们赚了多少了？”折回咱们的人民币赚了2400多万。操！就特么一个晚上的时间，就暴赚了2、3千万。妈的，就我那云山网络，就你这华兴商贸，得多久的利润才有这个数额？话不能这么说，这种机会你真以为天天都有吗？
而且股票本身就是一种合法的赌博。只要叶哥开口，那就是稳赚不赔的捡钱机会。依你看，还能涨多久？能涨到什么价位？不知道，如果不是叶哥，我绝对不敢碰这种股票。既然叶哥没让咱们抛，那肯定就还能继续涨。等叶哥通知吧。嫂子，景山，今晚安排你们的主播再给无暇膏带一波货。嫂子，我也正想给你打电话呢。网上关于无暇膏使用效果的声音已经出来了。刚才咱们旗下的大主播还联系了我，说是之前攻击无暇膏致伤税的舆论风向开始反转了，问什么时候能再安排一个无暇膏的专场。嫂子，你看你那边能安排多少瓶？咱们的产量现在还跟不上，所以只能是5万瓶。你那边安排一下哈。行，那我这就安排。很快，无暇膏的第2轮带货开始了。欢迎宝宝们来到依依的直播间，今天开始无暇膏的第2轮销售。别说了，无暇膏呢？赶紧放链接。我之前还骂我姐妹被割韭菜，现在被打脸了，看她脸上的斑淡了下来，我特么是真迫不及待了。这些水军是真他妈可恶，无暇膏到底给了你们多少钱啊？依依，我之前被人带节奏，还对你取关了，对不起啊，我就知道你肯定不会坑粉丝的。那行，我知道大家等急了，那我就先放链接，倒数5个数上车，5、4、3、2、1，上车。还请容许我按着规矩来哈，让我再好好介绍一下无暇膏。我去，没了，全都被抢光了。我就撒个尿的功夫，撒钱还没上链接，撒完就抢完了。不是说1万瓶吗？尼玛这是寻咱们开心呢！1万瓶这么快就被抢没了，这他妈有可能吗？3分钟不到，5个直播间的5万瓶无暇膏被一扫而空。陈一诺看着后台的数据，不可思议地问道：“老公，3分钟，3分钟就卖没了？这该不会是数据出现问题了吧？”这个很正常，可这也太快了吧！这就是大众消费者的心理，毕竟它的功效摆在那里的。那这样下去，我们的产量跟不上，真的会供不应求的。供不应求是必然的，不过你不用担心，很快就会有我们新的生产园区了。真的？于是我把严书记找我的事一一说了出来，听得陈一诺不敢相信。没想到你还能和严书记搭上关系。你没想到的事还多呢。一诺，上次给你说的事你问1号了吗？问了，他想，但他又怕做不好。只要他愿意就行，有我在，不用怕。不出意外的话，江湖火锅很快就会被我收购了。行，回头我再给他说说。谢谢你，老公。无暇膏第2轮开售3分钟卖掉5万瓶，张景山、李长风死死盯着斯特拉股票不敢松懈。次日，接到了亨达集团肖强的邀请，来到了 DOA 咖啡厅。叶总，好久不见，别来无恙。肖总，是徐董找你来试探口风的吗？叶总，怎么这么问？我不认为除了无暇膏之外，还有什么能让肖总找我出来见面的。呵呵，叶总，你很不会聊天。肖总，咱们直奔正题吧。亨达集团涉足各行各业是人尽皆知的事儿，所以徐董事长是不是看上无暇膏了？那不知道叶总有没有兴趣跟咱们亨达集团合作一把？那你说说看。徐董事长对于注资伊人如雪这事儿很感兴趣，相信叶总应该知道跟咱们亨达集团合作意味着什么。一旦合作，亨达集团会动用所有能动用的资源，迅速让伊人如雪家喻户晓，走向世界。钱，亨达不缺；地，亨达也不缺；人，亨达更不缺。我们知道叶总的无暇膏现在在产量上存在严重的不足，倘若叶总愿意跟咱们亨达集团联手，所有问题都将迎刃而解。肖强紧紧盯着我的双眼，想从眼神中捕捉到丝丝波动，可他失算了。肖总继续。叶总，咱们都知道，无暇膏的出现会让原本的市场快速垮掉，从而断去无数品牌的财路。而无暇膏在颠覆整个市场的情况下，可想而知将要面对的是什么。一旦那天来临，没有强力后盾支撑，你觉得伊人如雪能撑得了多久？我相信叶总应该能明白，眼下这个时代是资本时代，很多公司强大之后都会被并购甚至收购，不是他们想，而是守不住。但若是有了亨达集团的加入，叶总大可放心稳坐钓鱼台，所有的风风雨雨，亨达集团都会为你挡去。只要有咱们亨达集团介入，就能迅速提高伊人如雪的全球知名度，还能成为叶总跻身资本的跳板。只要叶总愿意，3年就可以让伊人如雪上市。只要叶总开口，你希望亨达集团注资多少钱，那亨达就砸多少钱。这个诚意，我敢说是找不出第2家了。不得不说，你们亨达集团提出的条件很诱人，也很有诚意。但我自大一点，我觉得伊人如雪有能力去面对以后会降临的狂风暴雨。从伊人如雪成立的那天起，我就没想过去稀释股权的事儿，所以还请你帮我转告一声徐董，感谢亨达集团的厚爱，感谢徐董的厚爱。肖强压根就没想过我会果断的拒绝，甚至是觉得我都不可能会拒绝这种合作。但明明可以赢整片江山，为什么要赢半壁？叶总，容我冒昧问一句，你从一开始就知道我找你是要说这事儿吗？
8、9不离10。既然如此，你还应约，还让我一一说出来。应约是冲着你，至于让你把来一一说完，是出于对你的尊重，也能让你回去跟徐董交差。叶总，恕我愚昧，你说应约是冲着我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，就是为了不久之后把肖总从亨达集团挖过来打下一个基础。萧强懵了，连忙问道：叶总，您是在跟我开玩笑吗？听你的意思，您是想进军地产业？很不可思议吗？恕我无礼的说一句，您了解地产业吗？试试呗，这个世界一直都不缺奇迹。那肖总，我能把你从亨达挖过来助我进军地产界的一臂之力吗？你连壳都还没有，这就想着挖我了，这是不是有点操之过急了？行，那等把壳支起来后再找肖总，这次就当做是咱们给下一次的挖角会面打下一个基础。你就这么自信我会被你挖走？对，等下一次见面时，我相信肖总会被我打动的。没错，前世的萧强可是给我撑起了半壁江山，这个墙角我挖定了。很快来到了第3天美股开盘的时间，我打开电脑，此时斯特拉的股价已经来到了1039美元，比起入手的650美元涨了60%，我却没急着出手。不久，来到了1186美元，我拿起电话给手心冒汗、口干舌燥的张景山打了过去。叶哥，抛！丢出这个字，我迅速将手中的斯特拉股票全部抛了出去，把股金从账上转出，再进行回流到境内银行。3天净赚5.8亿，冲着还没挂断的通话说道：晚安了。说完便挂了电话离开了书房。而另一边的张景山和李长风操作完成后，还在看着斯特拉股票的走势，不到1分钟就来到了1211美元的界点，便开始下滑。坐在电脑面前呆若木鸡的李长风感叹道：叶哥他到底是怎么判断的如此精确？1分钟连日暴涨几天未曾出现过下跌的情况下，在咱们抛出去不到1分钟就开始下跌，这特吗？这他妈简直是神！我他妈都怀疑叶哥是不是那些小说里头写的重生回来的先知。滚犊子，你这是看小说看得走火入魔了吗？不过话又说回来，咱们这一波又是跟着叶哥赚了1个多亿，这些人情一次次叠加起来，这辈子都没法还得清了。别想着还人情的事儿了，咱们只管在叶哥需要的时候奋不顾身豁出去一切就行了。对了，中午跟纪委吃饭时聊的房地产的事儿，你是怎么想的？这事儿叶哥怎么不直接跟咱们说，而是纪委来跟咱们说呢？这本来就是叶哥跟纪委之间的合作，但纪委能问到咱们身上来，估计叶哥在跟他聊的时候提到过咱们，不然就赵家的财力不至于差咱们这一点。再者说，就咱们这点身家，能有多少钱可投的？这倒也是，那你是怎么想的？5%，这已经是我的能力极限了。就算不是能力极限，也不敢要多。毕竟第一大股东是叶哥，第二股东则是纪委，咱们就纯粹是跟着喝汤的，所以不能蹬鼻子上脸。我也是这么想的，5%我就已经知足了。次日来到张老爷子家里，不出意外，伊人如雪生产厂区地皮已落实。小叶，经过班子的几轮研讨，依着你的要求，给你拟出了一块217亩的工业用地，地处黄浦区。虽然现在公共交通还有待开发，但等你的生产园区落成后，可以交涉公交公司增加站点，你看怎么样？看着地图上红色圆圈，我心里一喜。正如严怀利所言，这是相较于工业地块最为上佳的一处。你觉得这个地块如何？我不妨再跟你分析一下。就黄浦区而言，日后十有八九的成为珠三角的工业中心所在。哪怕这现在看着不起眼，可按照江州甚至整个岭南省的发展史来看，不管时代如何演变，轻工业经济都是主抓方向。就江州版图来看，黄浦区很有可能成为轻工业改革后时代的发展重心区域，所以你小子也算是捡到便宜。严书记，谢谢了。我能感觉到严怀礼是实实在在的在帮我，万语千言都浓缩在了一句谢谢了。谢不谢的就算了，以后别让伊人如雪脱离江州，那就是对江州最好的回馈。严书记放心，伊人如雪永远只会有一个家，那就是江州。真要是离开江州，那就辜负了老书记，辜负严书记您了。这种忘恩负义过河拆桥的事儿，我指定干不出来的。得，有你这句话，我就放心了。价格的话，咱们还是得按程序走，估计在2个亿上下浮动。另外，必须承诺3年后投产，且投产年产值不得低于50亿，缴纳税收不得低于6亿。有问题吗？没问题，用不着3年，1年之内就能投产，年产值跟税收这方面也不会有问题的。你小子可千万要明白一点，以你伊人如雪目前的情况而言，断然是拿不到这种地的。怀里能帮你落实下来，可想而知顶了多大压力。他这是把自己的前程都压在了你身上。伊人如雪要是真能给 GDP 助力，对他肯定是一笔不可小觑的功绩。但你要是行差踏错，对他来说那就是污点，未来止步于此的污点。老书记，您放心，我心里有数，不会让您失望，更不会让严书记失望。就这样，我的伊人如雪生产园区地皮也终于落实。我抄底斯特拉，3天狂赚5.8亿。亨达集团欲入股伊人如雪被我婉言拒绝。伊人如雪生产园区地皮敲定后，我依照前世的记忆把生产园区的规划跟设计方案弄了出来，交给张景山父亲的永安建筑施工。
次日的伊人如雪公司门口，老庞，能聊聊吗？丁总，咱们之间有什么可聊的？还有，你怎么那么不要脸呢？我都把你号码拉黑了，你竟然还堵到我公司门口来了。老庞，我知道上次的事对不住你，但你能不能给我个机会，让咱们好好聊聊？是名人就不说暗话了，你是冲着无暇高来的吧？老庞，回云带吧。云带不仅是咱们的青春，更是咱们的心血。云带从无到有，从默默无闻到成为中低端市场的领跑者，这都是咱们并肩作战打出来的江山。难道你就没有任何一丝的眷恋吗？你不是说过云带是你的家吗？回来吧。我是说过云带是我的家，但你却亲手把我扫地出门，让我沦为丧家之犬。至于说云带是咱们并肩打出来的江山，呵呵，这江山我没占半点股份不说，还被你扫地出门，这是你的江山而已。老庞，过去的事儿咱们就不说了，只要你回来，你立马就可以成为公司的第2大股东。只要你想，云带老总就是你，行吗？前提是带着无暇高回去是吗？难道在你心里头，有你亲手成就的云带，还比不上一家新公司一个新品牌吗？让你坐上云带老总这把交椅的条件，不比你在伊人如雪强吗？我知道你怨我，但当时的情况我也是迫不得已啊。打住！首先我没有怨恨你，要不是离开云带，我也遇不上叶总。其次，我庞俊不是那种眼里只有钱和地位的人，我要的是信任，而你从来没给过我。但叶总他给了我连想都不敢想象的信任，在我被你们所有人当成异想天开的疯子时，叶总相信了我，相信了无暇高。初次见面时，他眉头皱都不皱就给我转了3000万用作研发的经费。而在云带，当初我只想要1000万经费，你丁成俊都一而再的驳回去。都说良禽择木而栖，贤臣择主而事，你丁成俊值得我去是吗？你现在就算把整个云带给我，我都不可能会背叛叶总，背叛伊人如雪的。但老庞，难道你真的要眼睁睁看着云带倒下吗？云带是你的心血，你忍心吗？自从我被你赶出云带大门的那一刻起，云带所有的一切都跟我无关了。士为知己者死，我现在是伊人如雪的人，我该考虑的是如何成就伊人如雪，而不是在乎云带倒不倒。庞你就是我爷爷，求你给云带一条活路，给我一条活路，成吗？你不肯回云带，那也行，把配方卖给我，2个亿，我砸锅卖铁都凑出2个亿给你，看在我们多年感情的份上，行吗？的确，无暇高的出现已令他们产品的销量下跌了近1半了。再这样发展下去，云带面临的只会是一个结果。老庞，这位是云带老总丁成俊，就是把我扫地出门的那个。怎么着？这是电话被我拉黑后，堵到公司门口来了，想让我带着无暇高回去，被我拒绝后，这不又开出2亿的条件，让我把配方卖给他。无暇高的配方就值2个亿，你好歹也是同行，这个价格你也好意思开口？是天真还是无知？老庞，之前咱们还没聊过年薪的事儿，是吗？叶总，你看着给就行了，我绝无二话。行，年薪2亿，够了吗？2个亿，够了，这肯定够了。够就行，那我先进去了，回头再让一诺给你一份年薪合同。说完，我头也不回的往公司里头走了去。丁总，你也别浪费什么心思了，只要伊人如雪不赶我走，别说2亿年薪，2000万我都干。回云带是不可能的，至于卖配方，这更加不可能。说完，没给任何接话的余地，便往公司里头快步走了去，只留下丁成俊愤怒的站在原地。回到云带公司，庞俊啊庞俊，你特么是真不念旧情，是真想把我逼死，把云带给逼死吗？丁总，有人想见你，他说他是叶晨的同学。谁？叶晨的同学？对，伊人如雪老总的同学，一个女的。一个女的，她找我想干嘛？不知道，他没说，他的意思很明显，就是想跟丁总你聊，而且他还说了，相信你会很感谢他的到来的。带他过来，我看他想跟我聊什么。你是星夜的他同学，想跟我聊聊？是的，丁总。你先出去。哼，怎么称呼？怎么称呼不重要，我是来给丁总提供情报的。说来听听。丁总，我要是没猜错的话，不管是你们云带公司还是其他护肤品牌，都在无暇高的冲击下，销量遭到断崖式下滑了吧？再这么下去的话，恐怕你们产品全都得被淘汰。如果说伊人如雪的老总有很多黑料，毁3观的黑料，你说这能不能给伊人如雪造成麻烦？你是星夜的他同学，想卖他的黑料给我吧？小姐，你是不是没搞清楚？这个圈子不是娱乐圈，对方也不是什么明星，你觉得黑料能给对方造成什么伤害？能动摇得了伊人如雪的根基吗？不，丁总你误会了，我不是卖料，我是免费提供。那你说说看。我说叶晨几个月前还是酗酒嗜赌、家暴成性的社会人渣，经常被高利贷的上门围追堵截，跪地磕头喊爷求饶，甚至是为了500块赌资，一口气喝掉1瓶52度的白酒，你信吗？你是在逗我吗？就算他真是像你说的这般，又能如何？大不了只能让他名誉受损罢了。
我知道这很天方夜谭，可这就是事实，我手里有证据。如果这些黑料爆出去，丁总，你是不是可以借这个机会重新去挽回你们公司的原副总庞俊了？听说庞俊是那种眼里不容沙的性情中人吧？只要丁总能把庞俊争取回来，无暇膏的配方自然就到你们云代手里了。到时再想把伊人如雪搞垮，我想这应该不成问题了吧？退一步说，就算不能把庞俊争取回来，以丁总对庞俊的了解，丁总觉得庞俊会为一个家暴成性、劣迹斑斑、社会信用度为零的人卖命吗？你说的的确有操作空间，但你对庞俊还是欠缺了解，这种方案的成功率很低。行，那就换个方案。什么方案？我亲自出马，从庞俊那边获得配方，然后卖给丁总，2个亿，外加配方产品每年1%的利润分红，这个要求不过分吧？2亿外加1%的利润分红，哈哈，不过分，一点都不过分。你是我见过最聪明最理智的女人。好，我答应你。另外，如果第一个方案能够成功的话，我也许诺你5000万报酬。那你要怎么得到配方？丁总爽快，至于要怎么得到配方，这个就不劳丁总操心了。你只需要告诉我庞俊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就行了，把你知道的全部告诉我。行，最后一个问题，姓叶的既然是你同学，你为什么还想用这种方式去整垮他？我似乎感觉到了你对他的恨意。昔日跪舔自己的舔狗摇身一变成为伊人如雪老总，多次发出暧昧的短信，我却不予理会，最终被我拉入黑名单。扭曲的心理让他产生了报复的念头。丁总，你怎么能说是我想整垮叶晨呢？我这难道不是在为自己谋人生吗？哈哈，对，既然咱们已经达成了合作意向，那是不是该告诉我你叫什么了？林梦溪。就这样，一场美丽的邂逅开始了。云代公司老总欲挖墙脚被拒，回到公司后，初恋情人将我的黑料透露给云代老总，并实施他的报复计划。第二天，一则话题为颠覆三观的无暇膏老总的话题把我顶到了热搜榜之首，我的黑历史全被暴露在网上，网上各种谩骂声把我裹挟。与之相关的话题，譬如伊人如雪、无暇膏、叶晨、抵制伊人如雪、抵制无暇膏等相关话题，也全都在激升着热度。我瞬间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。看到那些恶意满满的口诛笔伐后，陈一诺愤怒地递过手机。可恶，这些人真可恶。我接过手机看了看，说道：怎么这就慌了？你还坐得住？意料之中的事。你什么意思？很简单，这些事儿是迟早都会被捅出来的，早点被捅出来比迟点被捅出来好。趁现在早点被网暴一番，不总比家大业大了再被人拎出来炒一番好吗？的确，前世是在发家后才被人家捅出来的，但当时一诺跟悠悠都不在了。当这些旧账被翻出来后，不可谓是心如刀绞。你还真沉得住气？这不是沉不沉得住气，我是敢正视我的过去。一诺，前2年真的太对不住你了。过去的事儿我早已释怀了，咱们也说好了不再提那些的了。现在你说该怎么办？全网都在口诛笔伐，咱们怎么去应对？还有这些事儿突然就上热搜，明显是有人想整咱们，是咱们那些同行吧？他们怎么会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搜集到这些材料的？发力的应该是同行，因为明显是水军在拱火，但搜集这些黑料的应该不是同行。不过不管怎么着，这些下三滥的手段压根谈不上是危机，连瘙痒都算不上，所以你别着急，别慌乱就是。那你的意思是，有人把这些黑料卖给了同行？见不得咱们好的大有人在，所以什么可能性都是不足为奇的。那我们要怎么应对？什么都不用做，以不变应万变。虽然我没说，但我心里很清楚，这些黑料十有八九就是那些所谓的同学整理出来的。次日的伊人如雪办公室里，庞俊也接到了丁成俊的电话。老庞，那种人根本不配，也不值得你去辅助他。回来吧，咱们哥俩共同缔造一个属于咱们的王朝。就算你不想再与我为伍，也不该再去辅助那种败类，那种人渣就应该下地狱。你应该把配方进行共享的，到时让所有使用这个配方的品牌都给你一定的干股分红，那样一来足以让你一辈子都不用再去奋斗了，直接坐享70%每年的疯狂分红进账就好。你又何乐而不为呢？为什么要去对那种败类死心塌地呢？说到底，你还是冲着配方来的呗。不管他再怎么人渣败类都好，我都不会把配方透露给任何人，哪怕我离开伊人如雪，甚至是转行都好，我也不会把配方捅出去。因为无暇膏能这么快上市，它在里头的作用很大很大，不是钱跟信任的问题。好了，请你以后别再给我打电话了。说完，直接挂了电话，起身向陈一诺的办公室走了去。来到陈一诺办公室，陈总，昨天网上爆出那些关于叶总的黑历史，是真的。老庞，你觉得老叶怎么样？好，很好，最起码这段时间的相处，让我觉得他是值得我庞俊用一辈子去追随的人。听你这口吻，你心里头已经有芥蒂，有成见了是吗？我不知道。的确，网上爆出那些黑料，换做任何一个人都会心生成见。作为妻子的我，过去都怀有很深的怨恨，
但现在老爷他彻底醒悟了，连我都能选择相信他。老庞，你还要纠结于过去的他如何吗？一个在孤儿院长大的人，还能把无瑕膏这种产品定价399，还不够值得你去信赖吗？庞俊沉默了。我们都知道你是一个嫉恶如仇、三观极正，而且还是眼里不揉沙的者。我也知道关于老爷那些，就是肯定会对你的内心造成一定冲击。所以我昨晚也跟老爷讨论过，你要是想走的话，可以作为研发无瑕膏的功臣，不管你想索要什么都可以，甚至把无瑕膏的配方带走。老爷表示都答应你，之前签订的那些配方协议都通通作废。庞俊不可思议地看着陈一诺，老爷，他真是这么说的？难道你觉得这不像老爷的行事作风？不，这是他的行事作风。所以你还要与他为伍吗？我跟老爷说过一句话，君以国事待我，我必国事报之。虽然我不知道他是怎么能在短短时间内有如此大的转变，但就像陈总您说的，都是过去的事了。而且我也没在老爷的过去中出现过，我的确没必要拘泥于他的过去。只要日后他不让我寒心，我庞俊必定誓死相随。随着这句话的说出，庞俊脸上的复杂也慢慢消逝退去。另一边的我驾车来到了南国山庄，张景山、李长风、赵继伟已经在等我了。叶哥，现在网上那些关于你的黑料是真的？这个回答几人并不意外，这正和他们早些时间了解的一样。那要不要我找人把它洗白？不用，过段时间自然就好了。对了，房地产的事考虑的怎么样了？我们商量过了，他俩各自入股5%，你占股51%，我拿39%。叶哥，你看如何？行，商量好就行。那是时候把壳支起来了。叶哥，关于这点，我爸跟我谈过，他前些年被人家忽悠，在珠三角边缘地区注资了一家地产公司，可因为种种问题，那家地产公司一直都是半死不活的吊着。近2年，其他股东纷纷撤走，最后成了我爸的资金在独自扛着，也成了个空壳公司。所以他的意思是把公司迁到江州来，再把这个壳子给咱们用，你看如何？我犹豫了，不是不想用，是不想欠人情。以赵钱的行事作风，他肯定不会要1分钱的。赵继伟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，继续说道：叶哥，其实吧，如果咱们能把这个盘子接过去的话，可不是咱们占我爸便宜，反而是帮了他一把。就那家破公司，肯定没人会接手的。说难听一点，白送都没人要，没有任何资产，还得负担公司上上下下正常开支，对我爸来说已经成了烫手山芋。所以咱们要是能接手的话，也算是帮他甩掉了一个负担。叶哥，我看纪委说的没啥毛病，要不就把赵叔那个盘子给接过来呗，也省得再去浪费其他功夫了。是啊，叶哥，你不要觉得会欠赵叔的人情，一开始我跟景山也有